我一定会把那个女人打得落花流水。我要让她在泾阳不能立足。我做了几十年的布生意，从来没有遇到这种情形啊！吴海的齐家呢？连面都不露。兰州的那几个客商呢？海东的老唐呢？海东老唐只拿了10匹。10匹？但往年他都是几百的拿。哎呀，就这10匹也是我求了又求，老唐情面上过意不去才拿的。今年我们囤了多少？10万匹。这1个月都过去了，只卖了3匹布。就算这沈心怡不惜一切代价的遏制我们，那也不至于1个月只卖3匹啊。禀少奶奶，那些客商也没买沈家的府布和影布。那是为什么呀？1个月前，泾阳开了家洋布庄，我们的客商啊，几乎全部投了洋布庄。都在防着吴家，谁知道最后冒出来个胡家。是啊，都是胡家的洋布庄惹的，都没卖出去。那我投了钱怎么办呢？老四，我们2院投的也不少。二哥，我跟你不一样。你干嘛？啥时候放的吧？布还是我织的，我该做的都做了啊。至于布卖不出去，那是你们的事儿。老四，坐下。我这不正在想办法吗？我要这个。哟，买布啊！看上哪匹了？我送你。我自己买得起，干嘛要你送啊？我差点忘了啊，你去年从我那挣了1万多两银子。你搞错了吧？是我帮你赚了2万多两银子。喂，选这匹啊，够硬，符合你的脾气啊。嘿，巧了，我也帮你选了匹。这个啊够厚，正配你的脸皮。哎呦，胡小姐，我是雇员的，今天无论如何您得给我500匹。胡小姐，我要500匹，我要1000匹，我是雇员的，我要1000匹，我要500匹。各位，听我说啊，你们要的货我们都满足啊，只是人太多了，我们的人手不够啊，麻烦大家再等等啊，再等等。好，掌柜的，带我上。派头真大，生意真好。我们沈家生意最好的时候也没到这种地步。羡慕呀！我也看出来了，你根本不是来买布的，你是来找答案。我要500匹啊！哎，好嘞，记上了。你也正在发愁今年的土布怎么卖吧4万多两银子的货啊，你呢？比你少点。看现在这个情形，今年是亏定了。你们沈家亏几万两，那是9牛1毛。我要是亏了，那就全完了。亏完了正好啊！我们现在沈家正缺一个端茶倒水的丫鬟。
陈少爷，这儿人多，不小心踩了你一下啊！少爷，啊，没事。这种呢叫华达尼，薄而结实，还不进水。看到没？你猜多少钱一匹？6两。6两？啊，还有这种洋布啊，你看看这颜色，一般的土布无论如何也染不出来。当今世上唯一可以媲美的也只有丝绸了。但是，丝绸经得起这么折腾吗？外面市面上的丝绸最少也得20两银子一匹，但是这种洋布只要4两。那不是比土布还便宜？是啊，以前的洋布呢，既不结实，价格又居高不下，根本就不会有人买。所以古越洋布庄刚出来的时候，谁也没有注意到。谁知道这种洋布跟以前的完全不同啊，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。得想办法遏制一下古越洋布庄。遏制不了的。爹，我现在有种预感啊，等到这种洋布一旦面世以后，将来不会再有人买我们的土布了。我们必须要当机立断。我建议以2钱一匹，把我们囤积的10万匹土布全部沽清，然后我们也转做洋布。那我们可就要净亏2万多两银子。你现在不这么做，等再过些日子，古越洋布庄占领了所有市场之后，到时候我们一匹土布都卖不出去，到时候我们就净亏4万多两了。2万多两，不行，亏太多了。爹，事不宜迟啊！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就一点点机会了。你让我想想另外的办法。要不我们就降价吧。去年的土布每匹怎么也要6两，我们降一半，我就不相信他们不要。我算过了，就算是每匹卖3两，我们也有的赚。降价也没用。我去那古越洋布庄看了，那洋布又细又软，色泽漂亮，门幅也宽，最便宜的一匹也就3两银子。换了是我也只买洋布，不买土布。可是这些土布要是卖不出去，今年咱们东西中3院可就一点收入都没有了。不仅没有收入，之前投进去的也全部亏了。那我们的吴氏布业刚开业就要关门了？3天之内必须把银子给我们中院。你们西院倒是想个办法呀！这布都卖不出去，我去哪儿给你找银子呀？我们中院不能白干活啊！哎呀，我们西院还不是血本无归吗？哎，说来说去，这事只能怪周莹，囤了这么多布，这一时能卖出去？说什么呢？我们家少奶奶还不是为了你们2院好？什么好不好？我们老爷原来说的对，你们少奶奶呀，就是一灾星。你是在瞎说！别打了！松开！别打了！给我好好教训教训他！打他！你多气少是不是？打就打，谁怕谁？狗嘴！少奶奶，走开！走开！走开！松开！激动了！闪开！住手！住手！住手！什么情况？谁打的？谁打的？住手！还打？不像话！一个大当家的，怎么可以跟下人打架呢？成何体统？成何体统！这段时间布卖不出去，大家心里都有这团火，打架也好，叫他散心了。还散心？卖不出去，那你想办法呀！打架能打出去吗？不像话！老爷，我们去干去了。周英，你不仅不劝架，反而参与打架，
你这个大当家的是怎么当的？走。跟了我这么久，一点眼力都没有。这要打架也不能在中院的地盘上打。今天要不是二叔四叔来了，这亏我们就吃定了。谁让他们骂你的？骂你就该打。对，该打。我们自己做棉花生意，那是稳稳当当赚钱，还不是为了拉他们一把，才弄了一个无事不业。可他们倒好，一帮子势利的东西，刚有点问题，哎，这翻脸比翻书还快。哎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怎么打成这样？大家为什么不叫我？你早干嘛去了？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这事都已经过去了，还是想想办法，怎么能把土布卖出去？打成这样了，还帮他们卖土布啊？谁让我是吴家的大当家呢？其实这件事情很简单，只要巡抚大人下一道命令，禁止洋货进入陕西，我们的生意就能起死回生。巡抚大人可不敢下这样的命令，那就要请贝勒爷请一道懿旨。谢老板，我实话告诉你，当年就是因为禁止洋人做生意，洋人一气之下惹出了多少乱子。你现在再是因为禁洋货惹了事儿，谁都担待不起呀。哎呀，杜老板，贝勒爷是我们沈氏土布庄的股东，土布庄每亏10两银子，都有3两是贝勒爷的钱呀。更何况，账面上难看，杜老板，你面上也不好看呀。只要古月洋布庄歇业，我们的土布就能畅销？能，一定能。我试试。胡小姐，我要的货，麻烦你一定帮我配齐。我尽量吧。好，那我告辞了。请留步。杜老板，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。我真没想到，你的洋布竟然如此走俏。其实我也很意外。咏梅啊，我今天来，其实是想让你高抬贵手。是这样的。沈思海跑来向我求助，说他的土布庄被你挤兑的没活路了。他活不下去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但与我却大有关系啊！为什么？龙生河和沈家已经合股，沈家的所有产业，龙生河都占过3成。也就是说，沈氏土布庄亏本，龙生河也得跟着赔钱。那我问你，龙生河挣了银子，你能分多少？龙生河是贝勒爷的产业，你分多少？龙生河挣多挣少，与我1文钱关系都没有。我只拿贝勒爷给我那份利益。那这么说，就是跟你没有关系了？是跟我没关系，但是跟你爹有关系啊。你爹之所以能平安回家，全靠贝勒爷开恩，这个恩你总得报吧？咏梅啊，要不你暂且歇业一阵子，给沈氏土布庄留条活路。那怎么行？我现在要抢的就是这个势头。再说了，你那个贝勒爷，我见都没见过。要说报恩，我只报你的恩。你如果要报我的恩，那你就听我一句劝。不，胡小姐，
这是什么？古越洋布庄2成的股份。什么意思？我用这个报你的恩。之前你帮过我很多次，却分文未取，我一直感激在心。所以现在，我希望你可以收下这份股份。从今以后，古越洋布庄挣10两银子，你拿2两。胡永梅同意暂且休业了。你没能说服他。是，不可能。你有那么多手段可以让他屈服，除非你对他留情了。如果贝勒爷问起来今年的布庄生意为何亏本了，那我只有据实相告：我们的杜老板为了一个女人玩忽职守。张宽，胡永梅给了我古越洋布庄2成股份，我分你1成。这是多少钱？是贝勒爷给我们的利银的很多很多倍。你怎么想的？贝勒爷除了给我们利益，还能给我们什么呢？他再有钱有势，也都是他的；而我们做的再好，也就是个奴才。可你我的命都是贝勒爷的。是。可这些银子是我们自己的，我们自己的。可是如果沈氏土布庄今年亏本的话，贝勒爷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。轻则斥责，重则杖责。杖责就杖责，反正我挨惯了。你呢？我也挨惯了。张坤，我一直在利用胡永梅，而他却认为我对他有恩。你对他有亏啊？很多年前，他给了我半个馍，而现在他又给了我2成股份。张坤，从来没有人这么对过我。少奶奶，哎，少奶奶，你干嘛去啊？
随便逛逛。哎，我跟你一起。哎，别，你忙你的。少奶奶。哎。少奶奶。哎，中午来个酸汤饺子。哎，好。你是不知道啊，藏族人那地方的山呢，那山尖儿顶着云彩，那山上的雪，哎，这么厚，齐腰，一脚下去，那腿都拔不出来。我知道。你吹牛，你最远到过西安，你怎么会知道的？我听说过呀。听谁说的？就是吴聘的爷爷，老爷的爹。最早做生意那会儿啊，那些繁华地面的生意都被那些徽商、晋商霸占完了。吴聘他爷爷没办法，干脆远走他乡，上入甘，下入川，最远也去到了藏区，也去了你说的那个高山。对呀。还真别说，你这针脚缝的还真细致。嘿，别插手，别插手。要不卖2钱，少亏当赚。只怕降成1钱也卖不出去。哎，要不干脆做成衣服卖？我恰好认识几个裁缝。请裁缝不还得花钱吗？再说了，土布都卖不出去，土布衣衫能有销量吗？那我们出的法子都不行，你倒是出一个。就是啊，你说一个。他一定有办法。王世军，你去打听一下，那些客商们在泾阳买了洋布都贩到哪些地方去了。好。小江，你再帮我凑500两银子。最多300两。也行。小武，你跟那些棉农商量一下，今年的定金我们晚点付。这2年我们从来没短过他们的账，他们应该都会同意的。你是不是有办法了？哎呀，杜老板，这……如果连杜老板都束手无策，那就只剩下一个方法了：砸了古越洋布庄。千万不可！陶掌柜早就已经准备动手了，那些土布支户都听他的，保证一呼百应。沈老板，就算你砸了古越洋布庄，别人还是不会回头去买土布的，而且接下来会有更多洋布卖到泾阳，土布依然卖不出去。那怎么办？这么多土布，难道就净亏？做生意啊，就是有赚有赔。哎，我们这次就认了吧。赔的都是我们沈家，你们龙城河就是少赚一点而已。好，沈老板，回头我让贝勒爷多介绍几个订单给你，不就都赚回来了吗？你要去迪化？泾阳的土布客商最远也就到瓜州，瓜州以西的地区洋布还没有波及，所以在迪化土布一定还有销路。哎，这样你可考虑好了，这一去可是4、5千里啊！我听说西苑在迪化有一家经营药材的商号，叫盛龙泉。啊，你说的没错，那是我爷爷在迪化的时候成立的。看，吴家已经有人走过这条路了，我再走一次，也不是多大的事儿。这样，那天我的管家对你有所冒犯，你是大当家，千万别跟他一般计较啊。我的意思是说呢，这做生意嘛，亏就亏了，命还是要紧的。四叔，我去迪化只是想把布卖出去，
不是为了赌气，那就更别冒这个风险了。人们现在追求洋布，那是图一时的新鲜，咱们再等等，再熬熬，说不定啊就能迈过这个坎儿。再等，可就是等死了。升龙泉在那边那么多年也没打开局面，我正想着将其关闭呢。你看看，这二哥在那边经营了多少年的商铺都要关闭了，就算你去了，这土布也不一定能卖出去啊。就算命中注定，我们吴氏布业要关门，但在关门之前，我还是要再拼一次。四叔，爹，你要去迪化？对，明天就出发。你疯了？怎么了？人家都说这条路有去无回。每年那么多商队来来往往的，不都平平安安的？过了玉门关，那就是沙漠戈壁滩，连路都没有。我打听过了，我们在玉门关请一个当地的向导，我们不知道的路，人家都知道。我可跟你说，过了松平沟，可就是三兽帮的地盘了。我也打听过了，这三兽帮盯的都是运货走镖的，我们打扮成寻常人家，又没有钱，不会入三兽帮的眼。啊？我们？对啊，你和我，你是我爹，带着女儿去投靠在迪化做生意的女婿，一大家子出门。哎，别，你可千万别把我算进去，我才不跟你冒这个险。你不去？不去，你给吴家卖命，你随便，我的命不卖，随便你。哎呀，我的苍天！少奶奶，四叔不去，你就让我顶上吧。你都听到了，这一路风沙不说，还有土匪，要是把你抢去当压寨夫人，我可不管。我才不怕呢，要抢也是先抢你。啊？他要去迪化？是啊，还让我陪他去。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这一来一去啊，就得1年，又是山路又是沙漠，不在山崖摔死，也得在沙漠里渴死。就算这2样都死不了，万一遇上了三兽帮，那就生不如死。早知道啊，他这么去送死，当初就不该救他。四叔啊，你先吃着啊。我还有事儿。哎，还没开始呢，这都怎么了？这是？行，就在这几样。好啦，哎呦，我要走了。你们有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啊？少奶奶，我祝你一路顺风。周英，祝你满载而归。那是一定的。王世军，不说2句吉祥话？为什么不让我们跟你一起去？对啊，为什么不带我们一起去？人多太招摇了。再说看看你们这一个个的，不能骑马，还不能打架，带你们多累赘。万一再被哪个女土匪看上了，我还得救你们，多麻烦。你呀，帮我做一件小事就成。什么事儿？万一我没回来，你就把这老宅卖一半出去，置几亩地，帮着夫人收租子养老。就这点事儿，别玩砸了。哟，你怎么了？看你们这一个个的，我说的是万一。
看你们这一个个表情，好像我已经怎么着了似的。你一定要回来。凭啥一定回来？万一这趟出去，我要是寻到一个好地方，遇到一个好男人，我就不回来了。无论怎样，夫人，我就交给你了。拜托。你放心。你要去迪化，这可是现在唯一的解决之道了。要不我另外派人去吧。爹啊，我是沈家的二少爷，那现在我们沈家有难，理应我上啊。爹，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挑着货担出门是什么时候吗？哼，比你现在还小呢。那大哥呢？就跟你现在年纪一样大吧。那我也行啊。星儿，爹终于等到你出门的一天了。谢谢爹，谢谢爹。啊，对了，爹，我知道有一件事呢，我说出来你肯定不爱听。说吧。那个杜明礼啊，他是能搞得定官府，但是他搞不定我们的敌人啊，他就是能做一些那些偷鸡摸狗的事情。真是遇到大事儿，还得靠我们自己。所以说，你跟他合股的事儿，你真的得三思，爹。滚！哦。周莹，娘，可千万要平安回来。娘，你放心，我不仅平安回来，还会带着大把的银子回来呢。春杏，把少奶奶照顾好。夫人您放心，我一定把少奶奶照顾周全。周莹啊，周莹，周莹，万岁四叔。哎，这就走啊？啊，周莹啊，刚才我给你打了一卦，这一路上是顺风顺水，你就放心去吧。谢谢四叔。周莹啊，你虽然姓周，但比我们这些吴家人更像吴家子弟。我本来就是吴家人。周莹，二叔祝愿你平平安安的去，圆圆满满的回。谢谢二叔。少奶奶，都好了，可以走了。那我走了。哎，好，都别送了。一路小心啊！走了，一路平安啊！哎，好。四叔，他不是董事说不去了吗？他就是这样的人。走了。姐。四叔，你怎么就愿意跟我们去迪化了呢？谁说我要跟你们去迪化呀？我是要出去玩，搭个顺风车而已。那你要上哪儿玩啊？想去哪儿去哪儿呗。
少爷你慢点儿。少爷慢点儿。少爷。沈心怡。少爷。哟，真巧啊！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们去迪化。这么巧？我也是要去迪化呀。少爷你慢点儿。叫。怎么回事？我怎么知道？他也是去卖土布的。他又没跟我说。好马喽，去迪化喽！谁要是去晚了，就卖不出土布，土布卖不出去，就只能卖身为奴喽。要不咱们回去吧？反正沈少爷已经赶在前面了，就算到了迪化，这土布恐怕也是卖不出去了。要回你回，反正我绝不回去。老宋，跑快点儿！好嘞，驾！哎呀，省长们，他们的马好，我们超不过他们。哎呦，我这腰哎！老板来了，四叔，四叔，哟，你们到多久了？来了好一阵子了，都吃完了。我的菜还没上呢。啊，对了，天石，把咱们带来的好酒拿出来一瓶。好嘞，还带酒了。四叔过来坐。客官，您吃点什么？来5碗油泼面。好嘞。走了，四叔。咱没带酒啊。吃面了。酒来喽！哇，好香啊！哦，喂，四叔，哎，你们那一桌都过来了，吃点肉，喝点酒。好啊，别去。恭敬不如从命喽。那两位兄弟，还有那位姑娘，没事的都过来吧。来啊！四叔，您先请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哎，怎么了这是？没事。好喽，现在可以放心吃喽。开动！开动！来喝酒，来。好酒，吃两根面。哎，四叔啊，我听说这一路上可不太平啊，要不咱们结伴而行，互相之间也好有个照应。好啊。那我怕你女儿不同意啊，你要不要问问人家的意思啊？在家从父，出门也得从父，他必须得乐意。喝酒，来。四叔，少奶奶都生气了。他不听话，他生气，我还生气呢。喝酒，来。
去迪化吧。陈媳妇来老宋，吃饱了没？吃饱了。吃饱我们就出发。好，老宋，放马去。好嘞。爹，你是跟我们一起走呢，还是留在这儿？我还是跟您一起走吧。老板来了，结账。好嘞。客官，慢走啊。哎，等等我。这。许少爷，我们先走一步，再见。哎呦，乐死我了！很久没见你这么张狂了。你们当年的恩怨我都听说了。其实你们每个人都有错，但是你们每一个人，也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我爸虽然事业成功，也看似儿女双全、幸福美满，但是他跟我妈早就已经貌合神离。我姐一直认为我爸对我偏心，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她跟我爸都有着很深的隔阂。我呢，也从来没让她省心过，总是世界各地的去玩去耍，她根本见不到我，我也不想跟她交流。在家里陪伴他最长时间的就是我妈，可是他成天久不离身，永远都是醉着的。有时候我爸想跟他聊聊天，说说话，但是我妈总是阴阳怪气的，说不了两句就吵起来了，所以家里总是冷冰冰的。我爸总是一个人孤独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有时候一坐就是一宿。到头来，自己养育了20多年的儿子，既然也不是自己亲生的。虽然他现在也有一对亲生女儿，但是人生都已经快走到尽头了，他才找到他们。这么来看，他难道不是也是在坐牢吗？而且是终身监禁。
孩子啊，你这一辈子只有一个父亲，叫欧长林。我不配做你的父亲。你这辈子可千万不要像我们这两个老东西这样，做生意要讲究诚实守信，对朋友要肝胆相照，对爱人要一心一意，对孩子一定要尽职尽责，长久陪伴。记住这几点，以后没什么事儿就别来找我了。为什么？这看起来也太香了吧！怎么样，香不香？给我来点，给我来点。哪儿去？我亲手给美雅做的爱心粥没你份儿。小气鬼！虽然你的亲老丈人去世了，可是你的另一位老丈人却奇迹般的醒过来了。这对于林美雅来说，多多少少也算是一种安慰吧。八字没一撇的事儿，能不能管住你那张嘴？别成天老丈人老丈人，要不要脸？咦，还矜持上了。哎，不过谁要是摊上你这么一位女婿，那也真是8辈子修来的福分了。这话没毛病。你哥生来就是优秀。行吧，看在你夸我的份上，哥奖励你一把，就让你尝一小口，看看咸了还是淡。呀，烫了舌头，慢点。不烫，慢点。怎么样，咸了淡了？不咸不淡，正好。李薇薇，你知道吗？你没别的本事，吃你是一流的。快给我来一碗。半碗。一碗。半碗。一碗。半碗。好，一碗。慢点吃，别烫着，吹一吹啊！我跟你说，你就沾美雅的福分吧。这碗粥熬了2个小时。欧阳，你知道为什么思雨妈妈走了这么多年，我还依然戴着这枚婚戒吗？那是为了纪念思雨的妈妈，更是对我们之间爱情诺言的信守，知道吗？对不起，徐伯伯，我没有信守我的诺言。我知道我做这个决定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，但是我依然会这么做。我不能娶思雨，思雨是个好女孩，她应该得到一份100%的爱，但是我做不到这一点。我真的不想耽误思雨，我希望她能幸福。抱歉，徐伯伯，我今天来是向您请罪的。好，我们今天不谈爱情，我只谈人。我觉得你不是一个过河拆桥的人，正是因为我和你父亲这么多年的交情，也是因为思雨真心的喜欢你，我才决定注资你们欧氏，把你扶到了董事长的位置。可现在呢，
一切太平了，你就过河拆桥。如果你爸爸还活着的话，他能同意吗？欧阳，我希望这件事情你要慎重的考虑一下。对不起，思雨，不怕你笑话。我刚刚知道，我其实不是我爸的亲生儿子。你说什么？不是我伯伯的亲生儿子？是谁告诉你的？前2天我爸做肾移植的时候，我想给他我的肾，但是匹配不成功。其实我姐的亲生父亲，也是我的亲生父亲。那这么说，你跟林美雅没有血缘关系，是吗？是。那这么说，你要跟林美雅重新在一起了，是吗？思雨，对不起，你是一个好女孩，你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，但是我真的做不到。你走吧，我不想再见到你。你现在就走。你走，你滚啊！喜欢你就像是某个雨天里的气息，干干净净让我很安心，徘徊在你手心的秘密。欧阳，让我们一起解开这谜题。对不起，欧阳，我求求你不要离开我，好不好？你再试一下，可以吗？我们俩真的就不可能在一起了吗？对不起，思雨。我不要听你说对不起。你就是林美雅的哥哥，你疯了吗，欧阳？你为了跟林美雅在一起，就否定跟欧伯伯的关系？你跟林美雅是兄妹。思雨，你别这样好吗？思雨，你冷静一点。你答应过要跟我在一起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？我真的尽力了，也努力了，但是我发现我做不到。我不想欺骗你，更不想欺骗自己。但是作为朋友，我真心希望你能得到一份完美的幸福。但那个人不是我，对不起，思雨。
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啊？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你是不是以为欧长林死了就没事了？我告诉你，林志国醒了。他醒了又怎么样？你想的还真开啊！你是不是觉得他不会去报案？我告诉你，他现在不去报案，是因为他刚醒，脑子没转过来。等他缓过来，他去报案了，我们俩都完了。是你害他的啊，不是我，不是我要害他，我要救他的。你让我松的手，你也怂恿着我，你害我。没有邪念，谁怂恿得了你啊？你有事没事？没事，请你离开。你给我听好啊！是你呀，你好不容易才从监狱里被放出来的啊！只要林志国反应过来去公安局报案，我们一起完蛋，一起完蛋！别怪我没提醒你。不许偷吃！哥，能不能跟你商量个事儿啊？一般你要跟我商量的都没好事。这次是好事儿。真的吗？嗯。说。我能不能拜你为师？你看，咱俩都是一个爹妈生的，可是为什么差距那么大呀？你做饭那么好吃，可是我连个泡面都不会煮。所以啊，这就叫做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哎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您大小姐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嘴的主，怎么突然就想起要学做饭了？哎呀，不容易啊，耽搁的甚是欣慰啊。好吧，勉为其难答应你了。真的？嗯哼，太好了。都装好了吗？装好了。林美雅的餐具拿了没有啊？忘了。真够马大哈！我突然间觉得我揽了一架全天下最艰苦的活，就是教你做饭。真是够了。李东，欧阳，方便聊聊吗？好啊。出去说。有事啊？有事直说。有件事儿，我也是最近才知道。李东，我不是我爸的亲生儿子，我跟我姐才是真正的同父同母。我知道这一切听起来都太荒诞了。
这就是事实。这件事连我妈都不知道，是前段时间我爸做省一职的时候，血型不匹配，我才知道的。所以，我跟梅雅没有血缘关系。欧阳，你不是你爸亲生的。你现在是来跟我们开玩笑的是吗？所以呢？对不起，我爱梅雅，一直都爱。即便是我认为她是我妹妹的那段时间里，我一直都爱着她。那种让我无法启齿的羞愧感，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当我知道我不是我爸亲生儿子的时候，我竟然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。我满脑子都是他，全都是他。我觉得老天好像跟我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。所以无论如何，我想再争取一次。所以你现在就是来通知一下我哥的是吗？李东，谢谢你这段时间帮我照顾林美雅，可是不好意思，我又不打算把林美雅交给你了，因为我要和林美雅重新在一起了，是这样吗？欧阳，你还有没有良心啊？你知道我哥为林美雅付出了多少吗？我哥对林美雅的爱不比你的少。梅梅，别说了，哥。那么你来是征求我同意的，对吗？是。好。欧阳，我告诉你，我爱林美雅，这份爱一点都不比你少。老天确实挺爱开玩笑的，注定让我们俩爱上同一个女人。只是我们两个爱她的方式不一样罢了。